5月20日晚上，龙伟明把一包酱肉赠给了杨德海，说他和钟队长吃饭的时候，钟队长让他烧给他的，让他换换口味。接着龙伟明怀疑地问道：哎，杨德海，你怎么认识我们钟队长的啊？杨德海则顺口答道：我们两个一见面就好像是特别的对脾气，王队长挺讲义气的。龙伟明则顺水推舟的接着话茬说道：哦，是吗？我跟你说啊，我们钟队长人缘贼好，哎，就跟那个三国里的刘备似的，他对待兄弟们特别的热诚。他特别把兄弟一词还加重了一些语气。杨德海要烟，龙伟明给烟；要茶给茶；感冒发烧了给解毒丸和清热冲剂。他逐渐有点感激王海军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的一句话改善了他的待遇啊。也许是王海军感化了杨德海，也许杨德海装聋作哑的时间太长了，耐不住寂寞，渐渐的他不但死鱼变活鱼，而且活泛得很厉害。偶尔谈到社会热点，如一个小偷去偷人家东西，撬锁以后把锁装在自己兜里，回家以后自以为干得天衣无缝，谁也不知道，没想到被抓以后就是这把锁露了馅儿。这个时候杨德海就会对此大加评论，说的是口沫四溅，俨然是在与朋友喝酒聊天。大概正是经历了这种死鱼变活鱼的历程，唤起了杨德海心理上的一些正义感。他觉得王海军这个人真他妈够朋友，自己要是早认识这么一个局子里的人，说不定就进不了这黑屋了呢。眨眼到了5月24号，这天晚上，王海军同杨德海一扯就是1个多钟头。9点26分，王海军看看手表，说要回去了。杨德海说：等会儿。王海军问：啊，怎么，你有事吗？对。杨德海似有心事欲吐：大哥，我确实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说吧。大哥，我要是说出来，你准能立大功。王海军惊讶地问：是吗？能立功，立大功？杨德海则顿了一顿说：不但能立大功，而且恐怕还能升个官儿。王海军则笑着，他直率地问道：你呀，真的能够升个多大的官儿啊？杨德海板上钉钉地说道：我保你能升个副局长。哦，是吗？那好啊，你说说，我来听听。杨德海一语惊天，他这个由死鱼变成活鱼的犯罪嫌疑人，不仅道出了他是一个杀人嗜血的恶魔狂徒，而且把和他在一起深海作案的其他杀兄杀弟一起吐了出来。他交代说，去年3月盗窃罗吕县的那个案子是他干的。之后杨德海把那年12月30日血染建华储蓄所的事情也全盘托出，所述的案情细节与案发现场完全相符。我呢，用早就准备好的铁签子撬门，撬不开呀，我就让秦万庭来帮忙了。当时拿着短把猎枪的就是秦万庭，那个用铁锤子打死保安人员的是任广亮。此时静坐在审讯室隔壁观察室的市局安庆华副局长、分局张喜利副局长以及分局刑警大队长徐立，心头似一块巨石落地，眉头倏然一展。是啊，公安部、省公安厅领导日夜督办的惊天悬案有望攻破了。锤击柴满仓致死的凶手任广亮是一个罪恶累累、恶贯满盈的杀手。其人从小爱偷，隔三差五要是不偷的话，手就会发痒。那是10年前的中秋节，
为了让服刑人员过上一个团团圆圆的佳节，与家人欢聚，从而有利于释放以后的思想改造、情绪稳定，不再作恶，监狱管理人员特别选择在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释放刑满人员。这天上午8时许，太阳刚刚露脸儿，因为盗窃罪被判3年的任广亮走出了监舍。他含着眼泪感激监管人员对他的教育，然后一步一回头的走出了监狱大门。谁知还未到家，他就又旧念复萌，琢磨着以后如何接受这次被擒的教训，利利索索的再大干他一场。于是任广亮回到家，便开始注意搜集偷窃目标和信息。电视画面上经常有那些热闹商场的镜头，这不断地刺激着他。特别是黑龙江电视台新闻播报节目中接连出现的抚远、绥芬河等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所接壤的边界贸易城市，那些经贸色彩十分浓郁的镜头，大大的吊起了任广亮的胃口。是啊，那么多的俄罗斯老毛子到中国来做买卖，手头里肯定有大把大把的钱呢。他们语言不通，得请中国人当翻译，光说话交流就够费劲的了，哪还顾得上看管他们的钱包呢？还有密码箱啊。任广亮边瞅电视镜头边想，偷这帮人的东西还不是小菜一碟吗？他开始考虑作案路线、时间、工具、经费，到长途汽车车站问好了去绥芬河市的长途大巴和火车的价格以及开车时间，然后筹备了700-800元的先期投入。一切准备就绪，任广亮着急装好了钳子、刀、改锥等作案工具，准备出发。可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老朋友杨德海这个时候因为在矿上干活时不慎受伤，正在家里养伤。任广亮听后大喜，这不是上帝送来的帮手吗？任广亮和杨德海是从小在东风矿区一起长大的，两个人是邻居，仅有1墙之隔，双方父母又都是矿上的职工，所以特别的投缘。上小学的时候，两个人就贴得很紧，一块逃学，一块打架，一块偷鸡摸狗的干坏事，成了以恶会友的铁哥们儿。16岁之后，按说有的是力气了，该干点正活了。可不行，两个人志同道合，把过去偷窃技术又往前进发展了一大步。他们由小偷演化成大盗，由暗中偷窃变成白天抢劫。可惜两个人正想捞大钱，准备成大户的时候，任广亮一次单独行动被公安人员给抓住。大墙内，任广亮一蹲就是3年。期间，杨德海由于成了单拐，老实了一段日子，但是还是很想念铁哥们任广亮。这一天，因为工伤养病在家，伤势已经基本好转的杨德海忽听门外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小声叫道：“杨哥。”一个刚出狱，一个病刚好，两个难兄难弟一见面便亲热如故。二人很快推杯换盏，喝起了酒。酒过3巡，任广亮亮出了主题：“杨哥，我想你先别挣矿上那点钱了，1个月下来买不了2瓶酒，咱们去外面干点买卖吧。”杨德海问道：“哦，有准星吗？意思就是有目标吗？”任广亮答道：“当然有了，绥芬河。”接着他把为什么去绥芬河的想法全都透露了出来。杨德海听着听着精神一振，将筷子猛地一撂，对路。他想要趁着在家养伤的名义到外面干点实在买卖，倒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杨德海、任广亮虽被盗贼们誉为偷扒高手，经验丰富，但是再大的苍蝇也难叮无缝的蛋。到绥芬河来购货订货的俄罗斯商贩，
正是因为他们是易于购物，所以格外小心谨慎。很多中年女老板不但看管财务十分紧，而且还雇有1-2名彪形大汉作为保镖。眨眼之间2-3天过去了，两个人有些时候饿的是饥肠辘辘，也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下刀的绵羊。这天晚上，两个人吃完晚饭，商量着顺路去火车站寻找目标，看看能不能顺手牵羊，好暂时糊口度日。走着走着，到了铁路西侧，只见不远处的一排平房内射出了暗淡的灯光。不用说，这里住的肯定都是一些平民小户，防卫既不严，离派出所又比较远，这里便于下手啊。二人定好范围，遂返回了住处，准备好尖刀、铁丝等作案工具。等到深夜11点多钟，才蹑手蹑脚的返回了西平房附近踩点儿。12点钟左右，他们避开了还亮着灯的1-2户人家，选准了一个已经熄灯入睡的住户，怕被巡查治安人员给发现，他们从侧面绕到了这家屋后。侧耳细听，隐隐传来了熟睡的鼾声。任广亮向杨德海点了一下头，示意可以动手了。杨德海随即用手捡起了一块石头，朝窗户正中央下方的一块玻璃就击了过去。哗啦，随着响声，玻璃被打碎了。房内住着一对做小本生意的年轻夫妻，男的叫做滕春明，已经沉沉入睡。睡意朦胧的妻子听到有动静，但是也没有留意，随之也渐渐地进入了梦乡。杨德海击碎玻璃，一是为了试探，二是为了打开窗户。他之所以选择玻璃的中央下部，是因为那里靠近窗户的键栓。此刻他将刀锋探进窗户碎口处，往上轻轻一挑，即将键栓给打开，然后打开窗户。二人狸猫一般相继跳入到室内。他们原想是从窗户进窗户溜，偷完就跑，可是没有想到任广亮跳进窗户以后，脚跟没能站稳，晃动中手就按了一下茶几。这一按不打紧，只听咕噜噜咣当当的一声，茶几上的一个啤酒瓶子被碰倒了，瓶子的滚动声音惊醒了滕氏夫妻。滕春明刚刚睁开眼睛，明晃晃的尖刀就已经对准了他的头颅。滕春明的妻子本能的翻过身，用身体护住了他刚刚6个月的孩子。杨德海这时候说道：“识相的赶紧拿钱。”好嘞，你等一下。滕春明急忙答应了下来，他下了床，到另一间房间去拿钱。任广亮用尖刀威逼着滕春明跟在其身后。滕春明的妻子见任广亮一脸凶相的用刀顶着丈夫的后腰，她顿感凶多吉少，不由吓得大喊大叫了起来。这个可怜的呼喊却招来了灭顶之灾。杨德海扑上去只一刀，便将这个刚刚做了妈妈不久的弱女子刺死在床头。杨德海看着血泊中的滕妻，似乎还不解气，于是又冲上去在他的身上连刺了数刀。正刺中，忽见跟着滕春明去里屋拿钱的任广亮往外跑了出来，不由一愣。原来滕春明听到妻子的呼喊声，接着又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惨叫以后，估计已经被歹徒给杀害了，一时怒火中烧，顺手就拿起了一条1米多长的铁管，朝着任广亮身上打去。任广亮见处于下风，抽腿便跑。刚跑出2步，见杨德海手持带血的尖刀迎面赶来助战，遂又转身与滕春明厮打了起来。滕春明虽然说年轻力壮，但是禁不住2个杀红了眼的恶魔左右夹攻。杨德海一刀没有刺中滕春明，但滕春明的铁管却被任广亮一把给抓住。杨德海见机会来了，趁势就扭住了滕春明的胳膊，滕手中的铁管立即被任广亮给夺了下来。
失去了自卫武器的滕春明，看看倒在血泊里的爱妻，再看看2个凶相毕露的恶魔，自知难敌，他只好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我媳妇儿已经被你们杀了，我求你们行行好，放过我们吧。你们看，孩子才6个月呀，还需要我来照顾，就请你们手下留情，放我一条生路吧。然而杀性正疯的杨德海和任广亮哪能听见这可怜的哀求呢？任广亮手起刀落，滕春明鲜血迸溅，杨德海又跟进一刀，2个嗜血的魔鬼一连串冲着滕春明身上刺了20多刀，直至杨德海用力过猛，刀猝然折在了滕春明的体内，才停下了手。他们没有劫走1分钱，1件值钱的东西，留下的是2条屈死的冤魂和那一洼洼的鲜血，以及折断在被害者尸体内的半截凶器，还有那永远失去父母呵护的6个月的孤儿。可怜滕春明夫妻结婚还不到2年，返回去以后，2只恶魔一个劲儿喊赔了，因为他们既未抢到分文钱财，还把牛耳尖刀遗落在现场死者体内，为此他们下狠心要找回损失。可是风声很紧，他们意识到绥芬河市的警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此时出逃必定会撞在公安的枪口之上，那倒不如隐藏在这个很不起眼又很偏僻的小旅店里，公安人员眼睛再多，腿再勤，也不会找到这个极其隐蔽的地方。于是他们像是2条冬眠的蛇，蛰伏在洞穴里，静观其变。1天2天，看看风头已过，2个人又开始出动密阳。杨德海到外头兜风，看看是不是风平浪静了，接着任广亮出头到街上闲逛，感受一下风向。见一切正常，2人就大摇大摆的到一家小酒楼喝酒。这时一个身体不胖不瘦，体型比较匀称的健壮汉子从外面进来，见杨任身边还有2个空座位，便坐下来点了2个菜1瓶啤酒。当服务小姐给这个汉子放好了酒杯、筷子和餐巾纸以后，杨德海拿起了自己买下的啤酒，给这汉子斟了一杯，然后又给汉子递了一支烟。他说道：嗨，烟酒不分家，见面打哈哈。说着给汉子将烟给点着了。汉子虽同杨任素未平生，但听了杨德海江湖味很浓的话，好像内心相通，连说2声谢谢，之后便和杨任碰起杯来。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汉子竟然也是一个正渴望发大财、发吉财的梁上君子。这个梁上君子就是秦万庭，是明光商贸市场内一个销羊肉片的个体户。眼下认识了杨德海、任广亮，只喜得他一次又一次的向洋人邀杯敬酒。他说道：见到2位大哥，真是我秦万庭的福气。他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次日，秦万庭早早的收拾了生意，请2位大哥喝酒。3个人从下午5时50分一直喝到了半夜11点才撤了桌子。几次酩酊大醉，使这3个人来了一回桃园结义。他们发誓生死与共，刀架脖子也绝不出卖朋友。秦万庭借着酒兴出了点子，他说：来钱最快的是抢劫，抢劫最顺的是女人，女人当中最好抢的就是俄罗斯女人。当下3个人就拍定了抢劫对象，俄罗斯女老板。抢劫分工，杨德海身高马大有力气，下手的时候从后头抱住腰。任广亮身材瘦小，轻便跑得快，
负责抢劫俄罗斯女老板身上的腰别子，也就是钱包，抢下就跑。秦万庭地形熟悉，又会说当地话，假装路人在一旁望风，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第二天黄昏时分，他们趁人们下班回家吃饭，各行各业收摊的时刻，风风火火的出血了。一个容貌漂亮、身材窈窕的俄罗斯女老板，颈上戴着亮闪闪的黄金项链，从一辆红色的的士上下来了。三个人立刻围了上去，看出租车已经开得无影无踪，四周空寂无人。杨德海一个箭步就跨了上去，死死抱住美丽的俄罗斯女老板。女老板惊叫了一声，可是声音未落，她挎着的棕色皮包已经被一个男子给夺下，然后一溜烟逃之夭夭了。惊慌中，女老板见一男子猝然走来，便急忙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元面额的人民币，塞给这个男子，对他说道：“一记。”那意思就是快追。然后又指着前头奔跑的杨德海、任广亮，冲着这个男子比划着，意思是前头跑的2个人就是偷他钱包的贼。这男子很听话，收下钱揣进兜内，就急急地往前追去了。他当然不会替惊慌失措的女老板把贼给抓回来，因为他正是秦万庭。秦万庭怀揣100元赏金，最后一个窜回住处。刚一进门，杨德海马上冲他报喜，6000。首次告捷，大大吊起了3个人的胃口。第二天，3人猛搓了一顿海鲜名酒，以示庆祝。之后趁热打铁，黄昏时分又进行了第2次演练。但是这一次他们只是抢到了420元钱，平均每个人140元。用秦万庭的话说，只他妈抢了一顿饭钱。然而更倒霉的是，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竟然分文未收。这一天夜里，他们跟上了一名俄罗斯胖女人，冒着治安巡查员刚刚过去的风险进行了突抢。谁知被抢以后的这个俄罗斯胖女人疯狂的大喊大叫捉贼。原来这个胖女人会说汉语。恰在这时，没走多远的治安巡查员听到了呼喊声，急急的循声来救。3个人见状只好仓皇分散逃走。秦万庭虽然身体轻便跑得快，奈何跑错了方向，差一点被另一波红箍给抓着。3个人吓得是冷汗淋漓的跑回了窝点，翻看抢来的特大号黑色皮包时大失所望，里面只有72块钱，其余的都是一些化妆用的口红和带笔什么的。3个人气得直骂娘。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逐渐闻出了一些异味，迹象表明街上便衣特警陡然增多。绥芬河市开始花大力气整治社会治安，特别是打击抢劫俄罗斯商民的犯罪活动。杨德海等人像是嗅觉灵敏的仓鼠，闻到了猫的气息，于是任广亮连夜窜回七台河，以帮忙给一个开洗头城的朋友看场地作为掩护，隐蔽下来。而杨德海则由暗窝搬出，钻进了秦万庭的住处，与秦万庭朝夕闭门不出，观测风向。但是成了职业盗贼的歹徒能够按耐住寂寞吗？没过半月，杨秦这2个躲在暗穴里的恶人便又禁不住蠢蠢欲动了。这天傍晚，秦万庭有事外出没有回来，耐不住孤寂的杨德海吃了晚饭，便掖上了刚买来的一把锋利的剔骨刀，出门踩点儿，准备选择目标和秦万庭一起抢劫。说来也巧，正当杨德海踩点找不着目标，心灰意冷，想要回去的时候，忽见前边1、2米处有窗口灯亮了，灯光诱动了杨德海，他装作路人慢慢的凑过去，霎时他喜出望外，从窗外一眼就瞅见那里边有一个男子正在专心致志地数着大板钞票。
那钞票全是崭新的100元大钞。男子看上去大约有50-60岁，从卧室内席梦思床上的用品以及屋内摆设来看，这也是一个比较有钱、比较讲究的富户。所有这一切，特别是那一沓沓哗哗作响的100元大钞，使杨德海怦然心动，垂涎欲滴。这里是居民楼的第1层，进出非常方便。杨德海觉得这太容易作案了，但是那个紧闭的玻璃窗似乎是有点碍事儿。但是急于抢劫巨款的杨德海这时候已经变成了红眼狼，他顾不了这许多了。他发疯似的从10多米远的墙角抱来了一块足有70-80斤重的废枕木，然后冲着那玻璃窗就是狠命的一击，哗啦的一声，整个窗子就被撞掉了下来。正聚精会神数着钱，用橡皮筋来捆钱的男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特大动静给吓得魂飞魄散，神志还没醒过来，就见一个凶神恶煞的男子手持寒光闪闪的刀就越窗而入了。男子这时惊叫着干什么，然后抓起了几沓钞票就往厨房猛跑。杨德海紧追不舍，岂料眼看这刀子就要从那老年男子背后刺入之际，那人竟不知道从哪里抓起了一把菜刀，转过身来朝着杨德海的头上身上是一阵乱剁乱砍。杨德海岂肯善罢甘休啊，他顾不上捡那被扔在地上的一沓一沓的人民币，他一口气拼命迎敌。只见剔骨刀是左扎右刺，刀刀向对方的要害扎去。但是那个男子也杀疯了，用那滴着热血被杨德海剔骨刀削掉了食指和中指的残手，死命地握着菜刀，硬是浴血奋战。刹那间，杨德海头部和额角以及身上多处被砍出了道道血口。慌乱之中，杨德海正欲猛挥剔骨刀来击砍对方头部，却不料手刚刚扬起，被对方菜刀就砍中了手背，顿时手上鲜血迸射。更让杨德海始料不及的是，手中的剔骨刀和对方的菜刀碰在了一起，也许是双方均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杨德海手中的剔骨刀竟然被对方的菜刀给砍断了。眼看着自己没有了击杀对方的工具，对方菜刀在手，杨德海只好夺门而逃了。令他窝火的是，当他一路残喘着跑回住处的时候，先他而回的秦婉婷见状不但不予以安慰，反而是冷言相讥，埋怨杨德海太莽撞。他说，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一个人单蹦瞎干什么呀？都他妈怪你，你把我甩在家里。杨德海举着到处都是血的手大发雷霆。片刻，杨德海又不无遗憾地说道，要是你我一块儿去，那个老东西算个什么，准他妈成事儿了。随后他又自言自语道，要不是那把破刀子折了，我准要了那个老东西的狗命。秦万婷只好说了一些宽心话来安慰杨德海，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杨德海让秦万婷出去看一看附近有没有留下血迹，以免留下犯罪痕迹，而他自己则强忍着钻心的剧痛，用缝衣针缝好了那几道血淋淋的刀口。既不敢上医院打麻药治伤，也不敢到小药店去买止疼药，他就这么咬牙的挺着，日夜煎熬，熬了1个多月。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个死里逃生杀人未遂的凶手，伤口的疤痕还没有完全愈合，竟然又同秦万婷嘀咕着再去奔个大的。满洲里不仅自古以来就是中俄边境的要塞，而且也是中俄两国人民互相往来和贸易的繁荣小城。它和俄罗斯的小贝加尔斯克城咫尺之距，从满洲里至俄罗斯著名的赤塔也不过400-500公里。近年来，这座内蒙边塞名城和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成为中俄两国边境贸易的双臂。不但俄罗斯人前来做买卖，中国的商人也通过这里把国内产品
尤其是日常消费品远销俄罗斯，因此满洲里成了杨德海、秦万庭之流瞄准的靶子。杨德海刀伤还没有痊愈，就急着和秦万庭紧急密谋抢劫的事情。他说，还是那句话，干就干大的，干一个是一个。秦万庭眉头颤了一颤，若有所思地说道，要说这大的，我看眼前就属炒汇的了。杨德海立马表示同意，那咱们今儿个就走他一趟，溜溜眼。午饭以后，两个人急匆匆地出发寻找目标去了。他们的目标是炒汇生意人。当他们走到该市颇有名气的北方炒汇市场的时候，只见人群拥挤，声浪起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手里都攥着大把大把的钞票，热烘烘的，十分诱人。两个人由于不懂汇率行情，也不了解环境，不敢贸然动手，他们只是看人家如何进行炒汇，如各种外币的价格对比，看涨看落，以及银行中的公开兑换买卖的牌价。他们从茫茫的人海中物色冒尖户来选择目标。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他们在炒汇市场的人海中盯上了一对妆容端正、精神充沛的青年夫妇。连日以来，经过跟踪盯梢，他们发现这对夫妻是该炒汇市场的龙头老大，几万元、几十万元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小数。为此，杨德海、秦万庭秘密跟随这对夫妻10多天，终于他们彻底掌握了这对龙头夫妻的炒汇规律，如几时出门、几时吃饭、几时入场，以及他们的具体家庭地址和行动路线等等。这对热衷炒汇赚钱的夫妻便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季国庆、王金梅。夫妻两个夫唱妇随，日子富裕，炒汇是他们的爱好，也是他们借以发财的一种方式。此刻埋头于业务中的季氏夫妻丝毫没有发现身后跟着两只恶狼。一日下午5时许，在会师大厅外盯守多时的杨德海见季国庆夫妻拿起了搭在椅背上的大衣，往身上披的时候，他立刻暗暗向藏在一角的秦万庭打了一个手势，暗示秦万庭按照计划行事，叫好出租车，预先到季家附近等候目标回家。不一会儿，季国庆跨上了摩托车，带着妻子在后面坐定以后，便一路风驰电掣赶至家门。这时暗中盯梢的杨德海和秦万庭瞅得清清楚楚。王金梅下车以后独自上了楼，剩下季国庆去车棚存车锁车。进门以后，王金梅知道丈夫一会儿就会回来，也没有叩门，直接步入客厅。季国庆锁好车以后，轻快地拾阶而上，丝毫也没有发现他身后紧跟着两个陌生人。说时迟那时快，季国庆刚刚进门要带上门，杨德海已经一步跟上，抬手处小口径手枪的子弹直直射进了季国庆的后脑。季国庆随着枪声踉跄倒地。听到枪声以后的王金梅从客厅走出，已见丈夫血染炉镜，倒地斜卧。正在厅内看电视的小儿子11岁的季刚被这突降大祸吓得魂不附体，母子二人惊慌失措地向内室跑去。王金梅还没有把内室门给带上，秦万庭随即手持磨得极其锐利的特1号剔骨刀追随而入，只一刀，王金梅便血流如注，身体歪斜倒地。可秦万庭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他朝王的身上一刀接着一刀的刺去。王金梅本能地发出了一声声的惨叫。